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应一部分粉丝要求，这期咱们就讲一下那些年火箭队放生过的神奇宝贝吧。很多人都说小智是放生大师，但其实真主角火箭队这些年也放生了不少神奇宝贝呢。而且他们放生神奇宝贝时的感人程度，也丝毫不输给智爷放生的时候呢。话不多说，下面卡皮君就来盘点一下吧。友情提醒，泪点都在后面哦。第一只武藏的大舌头，武藏刚刚收服大舌头的时候，大舌头还是挺厉害的。凭着那独一无二的长舌头，还打败了小智皮卡丘呢。只可惜后面就没什么精彩的戏份了。后来武藏不小心用大舌头交换了果然翁，事实证明这笔生意武藏赚大了。第二只小次郎的大石花，小次郎每次召唤大石花的时候，大石花都会一口把它吞掉，这让小次郎很苦恼。但是真的要放生大石花的时候，小次郎还是非常舍不得的。但是在武藏和喵喵的威逼下，小次郎只好拿大石花跟鲤鱼王大师的口袋花交换了。注意，口袋花进化后就是大石花，所以这次交换真是亏大了。不过大石花的结局也算是好的，在最后还找到自己另一半呢。其次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阿伯怪和双纳瓦斯了。由于这两只神奇宝贝是一起放生的，所以卡宾就在这里一起讲了。阿伯怪和双纳瓦斯陪伴了火箭队将近300集，虽然战斗能力并不高，而且每次都被皮神虐得半死，但是他们依然在火箭队心里占有很高的地位。在神奇宝贝 A 基里，为了保护阿伯怪和双纳瓦斯的同类，武藏小次郎跟神奇宝贝猎人杠上了。不过这个猎人手里的班吉拉实在是太强了，就连果神也抵挡不住。武藏和小次郎只好决定让阿伯怪和双纳瓦斯带着他们的同类赶紧跑。起初阿伯怪和双纳瓦斯是非常不愿意的，但最后还是妥协了。当然这个猎人才不会让他们顺利的逃跑的。接下来就是最累点的地方了。为了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，火箭队3人不惜将自己当作肉盾，以疯狂乱抓来阻止他前进。阿伯怪和双纳瓦斯才顺利的逃跑了。他们逃跑的时候眼睛里都含着泪水，想必内心也是非常舍不得的吧。这一幕反正当时我是看哭了的。这一集末尾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，在小智一伙抓住了这个猎人后，得知有人已经将神奇宝贝给救走了，小智不禁发出感叹，世界上就有像火箭队那样的坏人，也有像这样的好人啊，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非常滑稽呢？接下来就是武藏的毒粉蝶了。武藏的毒粉蝶是在神奇宝贝 A 基地开始培养的，当时它还只是一只小小的刺猬虫。后来进化成毒粉蝶后，武藏用它参加了很多场华丽大赛，在神奥地区中，他还帮助武藏获得过缎带呢。然而跟八大湖一样，毒粉蝶也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所以不得不跟武藏分开。毒粉蝶刚开始是非常舍不得武藏的，但武藏为了让他彻底死心，不惜将毒粉蝶的神奇宝贝球给毁了。毒粉蝶最终才下定决心走了。武藏流泪的那一刻，有多少人心疼的呢？第5只神奇宝贝，小次郎的沙漠赖雅。小次郎在神奇宝贝 A 基地用了一包零食赢得了沙漠赖雅的好感，从此沙漠赖雅便一直跟着小次郎。每次小次郎让他出来对战的时候，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抱一下小次郎。然而这对于小次郎来说，绝对是一种爱的折磨啊！小次郎很爱沙漠赖雅，这点从他放射沙漠赖雅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了。为了让沙漠赖雅学会吸收拳，小次郎将他交给了道馆馆主培养。虽然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放生，但是也相当于变相送人了。在随后的剧情中，只要得知有关于沙漠赖雅的情况，小次郎都会显得非常激动。最后一只小次郎的风铃铃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小次郎的风铃铃并不算是放生，毕竟只是放在了小次郎家的一栋别墅中，随时可以取回来。但是鉴于后来风铃铃再也没有登场过，所以这里还是说一下吧。小次郎很小的时候就想收服一只风铃铃，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小次郎对他是各种宠，很少让他参加战斗，让他参加战斗一般也是被武藏逼的。可是最后他却还生病了。他生病后，小次郎非常着急，不眠不休地守在他旁边。后来因为自己必须得走了，而风铃铃的身体情况却还不容乐观，小次郎只好哭着将他留在了这里。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有没有想哭的冲动呢？一旁的魔铃铃为了安慰小次郎，自己进了小次郎的神奇宝贝球中。最后大家是不是想说小次郎那只鲤鱼王呢？卡皮尼想说那应该不算是放生吧，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抛弃，而且是非常残忍的抛弃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，咱们下期见。